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逆龄研究所。如果是第一次来的朋友，一定要先去看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期视频。在上一期，我们揭示了惊人的结论：吃奶酪和发酵食品能显著降低炎症和心脏病风险。但是，看完那期视频，我相信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，马上就会有这样一个疑问：既然发酵食品好，是因为里面的益生菌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吃益生菌胶囊呢？又方便，菌株又多，还不用担心发酵食品太酸或者太咸。而且，如果我不小心把发酵食品煮熟了，比如酸菜炖肉或者烤过的酸面包，里面的细菌不都死光了吗？那吃了是不是就白吃了？如果你也有这些疑问，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可能会帮你省下一大笔买补剂的冤枉钱。今天我们将继续深入解读全球顶尖科学家 Tim Spector 教授的访谈，为你揭开两个最反常识的科学真相。第一，为什么几十块钱的泡菜可能比几百块的益生菌药丸更有效？第二，为什么科学家现在认为，哪怕是死的细菌，也能像疫苗一样保护你的免疫系统？准备好大脑升级了吗？我们开始。首先，我们要解决第一个迷思，为什么不能只吃益生菌药丸？Tim Spector 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概念：化学复杂性。我们还是拿牛奶做例子。牛奶在营养学层面上其实是二维的，它主要就是乳糖和蛋白质，虽然有营养，但结构相对简单。但是，当微生物进入牛奶，开始发酵过程后，它们不仅仅是活着，它们是成千上万个微型化工厂。它们把简单的糖和蛋白质打碎、重组，生产出了数千种全新的化学物质。这就是为什么奶酪是三维的，它拥有比牛奶复杂的多的风味、香气和营养结构。当我们吃下一颗益生菌胶囊时，我们吃下去的仅仅是细菌本身。但当我们吃下发酵食品，比如酸奶、奶酪、泡菜时，我们吃下去的是细菌，加上细菌制造的数千种有益化合物，再加上已经被细菌预消化过的更容易吸收的营养素。这就像是你是想只雇佣一个工人，也就是益生菌，还是想雇佣一个工人，并且这个工人还自带了一整座建好的工厂和生产出来的产品。显然，后者要强大得多。除了化学产物，细菌的多样性也是发酵食品完胜的关键。Tim 教授的团队曾做过对比研究，市面上很多普通的益生菌产品，或者像某些儿童酸奶饮品，可能只含有一种或极少几种单一的菌株。但是，天然的发酵食品呢？ Tim 教授分析了70种不同的发酵食品，结果发现，像传统的开菲尔或者韩式泡菜，里面竟然含有高达80种不同的微生物。为什么多就是好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肠道环境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如果你只吃一种单一菌株的药丸，它可能对你有用，也可能完全没用。但如果你吃的是含有80种菌的军团，那么总有几种能在大战中存活下来，为你所用。而且还有一个惊人的数据， Zoe 团队做过一项头对头的对比测试，他们对比了市售益生菌和植物益生元。结果发现，通过食物摄入的方式对肠道菌群的改善效果是单一益生菌补剂的10倍。虽然目前还没有直接对比发酵食品和药丸的大型临床实验，但 Tim 教授直言，如果对比，发酵食品几乎肯定会赢，因为它的物种更丰富，细菌数量也更庞大。讲到这里，我要揭露一个连很多养生达人都不知道的真相。我们吃益生菌，或者是吃酸奶，通常是希望这些好细菌能住进我们的肠道里，繁衍生息，对吧？这个过程叫定植。但是 Tim Spector 告诉我们，这完全是一个神话，是假的。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，食物中的微生物和我们肠道里原本居住的微生物重合度只有4%。也就是说，不管是你几百块买的益生菌，还是你喝的开菲尔，里面的细菌绝大多数都只是过客。它们进入你的身体，停留几天，然后就被排出来了。你可能会崩溃，什么？留不住？那我岂不是白吃了？别急，反转来了。正是因为它们留不住，才引出了发酵食品最神奇的机制——免疫激活。既然细菌留不住，那它们是怎么起作用的？答案是，它们在路过的时候给你的免疫系统上了一课。Tim 教授把这比作疫苗，哪怕这些细菌在进入你肠道时已经死了，比如被胃酸杀死了，或者被加热杀死了，它们细胞壁上的特定蛋白质依然存在。当这些蛋白质路过你的肠道时，你的免疫细胞会识别出它们，并被轻微激活。
这就像是一次演习，让你的免疫系统保持警惕，从而降低整体的炎症水平。这就解释了一个巨大的困惑：死细菌到底有没有效？答案是有效。这就是为什么酸面包 sourdough 经过高温烘焙，细菌肯定死光了，但它依然比普通面包健康，因为死细菌的尸体依然在起作用，而且面筋已经被预消化了。还有巴氏杀菌的商业康普茶，虽然为了防止爆炸杀死了细菌，但研究表明它们依然对健康有益。甚至是咖啡和巧克力，它们的风味来自发酵，虽然经过烘焙，但那些有益的代谢产物依然存在。现在已经有大约15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，死的发酵食品在健康益处上依然优于安慰剂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，比如一种叫 Akkermansia 的菌，死菌的效果甚至比活菌还好。这简直太颠覆了！这意味着你不用过分纠结超市里的酸菜是不是巴氏杀菌的，也不用担心煮汤时加了味噌会烫死细菌。哪怕是死的，只要是发酵食品，它都比不吃药强得多。好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这期省钱又烧脑的干货。第一，别迷信药丸，发酵食品是细菌加化工厂，它是3D 的，比2D 的单一药丸强大得多。第二，别指望定植，外来的细菌大部分留不住，它们是过客。第三，死菌也有效，发酵食品像疫苗一样训练免疫系统。所以，酸面包、烤过的味噌，甚至咖啡巧克力，都是广义上的发酵福利。看到这里，你是不是觉得发酵食品的世界简直太神奇了？既然死活都有用，既然超市买的也能吃，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吃？每天要吃多少？什么时间吃效果最好？我是新手，不想吃太酸的东西，有什么入门级方案？在下一期，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最终章，实操篇，我将手把手教你 Tim Spector 教授推荐的每日3份黄金法则，以及连如果你像我一样懒，也能在家轻松做出的蜂蜜大蒜和低成本泡菜。不想错过这份终极实操指南，记得点赞、订阅逆龄研究所。下期见，一起吃出逆龄体质。